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o 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 A3 的新牌组。这里呢，我帮大家整理了20套新牌组。如果你没有新的想法或不知道怎么组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参考抄一抄哦。第一套，也就是最多人使用的太阳神索尔加雷欧，这里是带了2张的太阳神，1张的一阶和2张的基础哦。在现在有糖果的2阶牌组里面呢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哈。当然2张的盔甲鸟，前期盔甲鸟可以1颗能量打50，当我们的太阳神出来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换位2颗能量打120哈，这个伤害非常高，这套牌组非常的强哈。第二套月神路奈雷拉，这套牌组使用的玩家非常的少哈，2张月神和2张的基础，2张的奇拉蒂娜，1张超梦和1张卡普叠叠。这个卡普叠叠非常的强哈，它1颗能量就可以打出非常高的伤害，只要目标的能量越多，每1颗能量就会造成20点伤害哦。这个大家要注意哦，是对方的能量，而不是自己的哦。如果说对方身上是有4颗能量的，他就可以直接打80哦，而且呢，它是全场你可以随便选择你要打的目标哦，这张牌非常的强。这是带了1个斗篷跟1个毒针，当然如果你没有毒针的朋友们，也可以换成头盔哦。莉莉安只能帮2阶的宝可梦补血哦。奇拉蒂娜呢，它可以每个回合使用被动充能，然后我们可以手填能量给超梦。月神出来之后呢，可以转移奇拉蒂娜的能量给超梦去打出150的伤害。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奇拉蒂娜去做伤害，后面再来用超梦呢去补伤害也是可以的哈。接下来的是我们火属性的牌组，喷火龙、赤焰咆哮虎，这是带了2张的新版的喷火龙，1张新版的火恐龙。小火龙呢是新旧的各带1张，因为现在的草系非常的多啊。那小火龙1颗能量打30，如果是打草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打上50的伤害哦。那因为呢新喷火龙呢，其实它是不缺能量的，你进化了单回合手填给它，它使用它的第一招就可以再充3颗能量，然后下回合呢，你基本上手填它就可以做输出了哈，所以现在喷火龙的节奏也是非常的快。咆哮虎的，只要它进化了1颗能量呢，就可以打30，然后灼伤呢是20，只要对方没有成功正面解除灼伤，每个回合还是会继续的烧20哦。咆哮虎的一技能呢，打的伤害是50点。第2个技能，当它有受伤的时候，它可以打出140的高伤哦。它基础的火斑喵本身打人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自己受到10点伤害的，这个呢还蛮好触发它的第2招的哈。再来的第2套赤焰咆哮虎搭配爆焰龟兽，爆焰龟兽3颗能量打90，它是需要丢掉1颗火能量的。我们可以用卡奇来快速的帮我们的爆焰龟兽充能哦。这次带了2张头盔，当然你们如果想要带毒针的也是可以的。知道牌组的好处，如果我们遇到电的花舞鸟，我们至少还有这个基础的爆焰龟兽可以去作战哦。接下来就是纯的喷火龙，纯的喷火龙弱点比较明显，如果它遇到电的花鸟舞呢，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战能力的。这套牌组就比较直接哈，只要你成功进化呢，你的胜率就会非常高。那如果你进化不出来呢，基本上就会输了哈，它没有其他手段，算是一个速攻牌组。第2套纯的咆哮虎，它的弱点跟刚上一套纯的喷火龙是一样的，这里是有带了1张的板木。它的第1招再接上板木呢，就可以打出60哦，比较好的去秒掉60血的基础宝可梦。它的第2招可以打出140的伤害嘛，有了板木呢，也可以打出150哦。接下来呢，也是非常多人使用的橘色树梢，还有2张的蓝糖花和2张的尾糖草。蓝糖花1颗能量就可以对全体造成20点伤害哦，这样子呢就可以方便了我们的橘色树梢使用它的第1个技能。对有伤害的目标打出这个100点的高伤，2颗能量打100，这伤害非常的高。这次因为也是有草系的专属斗篷，草系的宝可梦的胜出能力大大的提升哦。这套牌组的目前的胜率蛮高的哦。再来的就是魔幻假面喵了，魔幻假面喵呢有非常多的版本哦。首先第1套是魔幻假面喵搭配甜冷美后，甜冷美后呢是只带1组古芝麻，很好的针对对方的道具牌哦，尤其是对方铺满了道具之后，你1张古芝麻呢，对方就很可怜哦。
如果说对方的血量只剩20点，那他是有穿斗篷的，你只要放古芝麻呢，对方的宝可梦是会直接血量变0，会直接昏厥掉的哈。冷焰美后1颗能量有机会打出150的高伤啊，所以只要他3个正面呢，基本上伤害非常的高，需要吃一点运气的。这2只宝可梦呢，它们的组合不管是打 ES 宝可梦还是打普通宝可梦，都是非常的强势哦。再来的是魔幻假面喵搭配橘色注销，这的配置也是一样哦。橘色注销是只带1组的，这也是带了1张的火星和1张的通信。那当然呢，你们如果是不想要带火星的，也可以换成赤日纳兹或古芝麻都是可以的哈。再来的第3套魔幻假面喵是搭配大针锋的，这里也是只带了1组的大针锋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都是可以去试一下，他们的这个打法呢，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说他们附带的这一组的宝可梦的会有一些小差别而已哦。就好像大针锋呢，就很好的去对付那一些需要很多能量的，只要你的大针锋很快就出来的话呢，就可以一直把对方的能量给丢掉，他凑不齐能量呢，就没办法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哦。接下来的是大针锋，大针锋牌组呢算是一个速攻牌组，这里带了2张的大针锋 EX 和2张普通版的大针锋。因为蜜蜂呢它是要打一个速攻牌组的，最好是在第2个回合就直接净化我们的大针锋 EX，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丢掉对方的能量哦。这整套呢最主要是前期要成型这个大针锋才有作战能力，就算 EX 大针锋没出来的，普通版的大针锋1颗能量打70，伤害也是非常的高哦。有了草系的斗篷之后呢，其实他们的生存能力都是大幅的提升的。再来的是甲贺忍蛙搭配卡比兽和1张的奇拉蒂娜。这个甲贺忍蛙是只带了2张甲贺忍蛙和2张基础的。前期我们可以填能量给卡比兽，那当卡比兽有2颗能量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阿炫去打出这个100点的高伤。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继续的填能量给卡比兽，在我们没有在做伤害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可以用奇拉蒂娜的被动去充能的哦。等我们甲贺忍蛙进化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每回合用手里剑去骚扰对方哦。这套牌组其实玩起来还是蛮强蛮不错的，毕竟卡比兽的机体还是非常的好的哦。再来的是弱丁鱼，用了2张的弱丁鱼 EX 和2张的弱丁鱼，然后这是带了2张斗篷，因为毕竟他们的血量都不高啦。弱丁鱼 EX 呢是只要场上有1只弱丁鱼呢，它就会加40点的伤害。那如果说我们是满场都是弱丁鱼的，后面有3只，这样子等于加了120的伤害，就是30加120，就是可以直接打出150的高伤哦。这个伤害呢非常的高。如果你们是要换成捕鱼网的，其实也是可以的哈。如果我们的弱丁鱼被昏厥了，那你可以用捕鱼网呢把它救回来，这样子的我们还是可以打出这个150的高伤害哦。再来的是好胜毛蟹，好胜毛蟹1颗能量可以打40，那下个回合呢，它又可以再加40，就是打80啊。它的技能跟飞机是一样的，1张的帕路奇亚 EX 和2组的甲贺忍蛙，这也是没有带小霞的，毕竟我们的好胜毛蟹跟甲贺忍蛙他们需要能量都非常的少哦，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能量呢都可以填给帕路，那基本上帕路是拿来做一个收尾动作的。接下来的是叉字符阿尔宙斯和1张电的花舞鸟，这张花舞鸟是目前 T0 最强的基础宝可梦，只要你是 ES 宝可梦呢，就没办法对它造成任何的伤害，这个非常的无敌啊，专门来对付 ES 宝可梦的。叉字符被动呢是每个回合都可以对对方的前排造成30点的伤害哦，这伤害非常的可观。阿尔宙斯只要一上场呢，又可以打出这个130的高伤哦。这里呢是有带了1张的阿嬷，如果对方是 ES 宝可梦的，或者说我们的花舞鸟它已经阵亡了，我们可以用阿嬷呢把花舞鸟抓回来，我们再放花舞鸟呢去针对对方的 ES 宝可梦。但是大家要记住哦，阿嬷是随机抓1张基础的宝可梦哦。好，接下来的是战锤龙搭配路卡利欧和1张的马夏多，这也是带了1张的纳兹、1张的奇树和1张的莉莉艾。奇树是防止我们卡手，莉莉艾呢是可以帮我们的战锤龙补血。毕竟我们战锤龙它只要昏厥掉对方的宝可梦，它就要自己扣50点的血量。那莉莉艾呢是可以帮它恢复60点的伤害的哦。这套牌组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只是说现在呢有了糖果和莉莉艾的加入呢，可以快速的加速战锤龙的成型和它的
的生存能力哈。第二套是战锤龙搭配镰刀盔，这里的就是双化石。那双化石呢，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你抽不到化石呢，基本上你这游戏就没有办法继续了。所以这也是有放了一张的锅罩鸟，而且这张锅罩鸟是一定会起手就是它的哈。那如果说你们的手牌呢没有化石的，基本上你们就用锅罩鸟呢去把你们手牌给洗一洗哦。只要有化石出来了，这两只只要我们能快速的进化呢，其实它们还是非常强的。镰刀盔加上斗篷呢是有160的血量，一颗能量就可以打50哦，而且它又可以吸血，所以只要对方的伤害是偏低的，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把它给昏厥掉哦。再来的是战锤龙呢就不用讲了哈，一颗能量打130，这个伤害呢非常的高，再加上有利爱呢可以让它护航续命，这个战锤龙非常的强哦。他们的唯一弱点就是怕他们没有抽到化石。再来的化石第二套，也就是化石翼龙 EX， 再搭配战锤龙，这里一样是带了一张的锅罩鸟，起手也一定是锅罩鸟哈。那打法跟上面那一套呢是一样的。这个头盔是害怕我们的化石翼龙的伤害不足哦。化石翼龙呢也是很好的，可以去防止对方的前排进化。比如说现在的大家节奏都很快嘛，那大家都会在前面进化的。当我们有化石翼龙 EX 后呢，对方的前排就没办法进化了哦。这也是可以克制现在版本的一个蛮不错的思路哈。再来的就是诅咒娃娃这一套牌组呢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。诅咒娃娃一颗能量打30之后呢，对方就没有办法帮他的前排填能量，只要是填能量给前排的都没办法哈。这张卡非常的 OP， 只要你进化了，你先打对方，那对方就永远他就没办法填能量了。那如果说他是需要很多撤退能量的，他手上可能没有叶子或是没有输入强化的，他也没办法做撤退的动作哦，所以是蛮好防止那些撤退能量比较多和需要更多能量来打伤害的。它针对这些牌组非常的好用哦。一张的卡普叠叠和一张超细的花舞鸟，如果我们上一回合有被对方给昏厥，它就可以直接来打出80点的伤害哦，有点像马夏多的报复。再来是一张的超梦 EX， 这个是有带了一张的谢米。那谢米的好处呢，就是防止对方放头盔或者是符针。这套牌组的最关键就是要带2张的纳兹，它开始给后面填能量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换出来。然后2张火箭队是必要的哈，只要我们把对方的能量丢到他不能发动技能或是不能撤退，那我们的诅咒娃娃一直打他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获胜了哈。再来的是今天的最后一套，也就是叉字符跟阿尔宙斯和尖牙龙洛托姆。尖牙龙当阿尔宙斯有在的时候呢，一颗能量就可以打50啊，这伤害也是非常的高。叉字符呢又可以被动打出这个30，当阿尔宙斯有3颗能量呢，它又可以打出这个130的高额伤害哦。当然也会面临一个卡手的问题啦。好，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这20套牌组，其实还有很多的牌组呢，我是还没有介绍的。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想法，或是想要介绍更好的牌组呢，也可以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。下一期呢，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强势的牌组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